叶晨一番入木三分的推测与分析，让哈米德瞬间有些紧张。他愁眉苦脸地问叶晨：“叶老弟，你说我打也打不过，守也守不住，那我翻来覆去不就是个死？”叶晨轻叹一声，说：“老哥，我个人觉得局面确实不太乐观。之前我是没想到反对派能这么快就取得全面胜利，现在局面一下就全变了。”哈米德问：“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”叶晨沉思片刻，正色道：“换做我肯定立刻开始暗度陈仓，看看反对派里面有没有什么内部不和，甚至内部分裂的情况，如果有，就想办法用反间计以及金钱诱惑，拉拢一些潜在的盟友，找准时机内外夹击，说不定就能取而代之。”这个，哈米德尴尬地说：“老弟，我知道你有将帅之才，可是你老哥我没这个本事啊。说实话，没遇到你之前，我指挥2、3千人都费劲，真让我搞这么大局面，我玩不转啊。”说完，哈米德一脸激动地看着叶晨，道：“除非老弟愿意帮我指挥。”拉倒吧，叶晨无奈苦笑，我现在各种情况抽身乏术，更何况你这一仗真要打，怕是也要打个3、5年，甚至更久才能打出个结果。要想取得全面胜利，就是一场持久战。哈米德叹气道：“是啊，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帮我指挥带兵打仗。”说到这，他赶紧追问：“对了，老弟，能不能让万店主帮忙？我不指望他帮我打仗，要是反对派他们真跟我动了手，能不能让万店主帮忙从中斡旋一下，调停，或者帮我撑腰？”叶晨摆手说道：“如果是以前的反对派，万龙殿跟他们碰一碰没什么问题，但关键现在的反对派已经不是反对派了，他们是合法政府。万龙殿如果跟他们对着干，这就等于侵略了。”哈米德仔细思考半天，说：“那我就先按老弟你说的，回去暗中从他们的阵营里拉拢一些潜在盟友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说：“回去之后万事小心一点，只要守住你的基地，就算他们对你发难，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。真要是动了手，我会帮你想想办法。”哈米德松了口气，有老弟你这句话，我就真的放心了。叶晨问他：“对了，你这次来马尔代夫用的是什么身份？”哈米德说：“搞了个迪拜的身份，现在是迪拜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回头跟我家人要是见了面攀谈起来，就说我是去西北边疆给你投资的煤矿看风水的时候认识的，明白没？哈米德笑着说道：“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”那就行。叶晨松了口气，招手说：“走，回去吃饭。你到我那桌跟我家人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起疑心。对了，在他们面前别叫我老弟，叫我叶大师。”哈米德重重点头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没问题，叶大师。”眼看叶晨与中东土豪亲切攀谈半天，又有说有笑的回来，马兰不禁感叹：“好女婿现在是有本事啊，这客户都发展到中东去了，这土豪一看就特别有钱。”肖长坤笑道：“那还用说，中东那地方种庄稼不行，搞旅游气候不行，但就是地底下石油多，所以他们那儿的人什么都不多，就是钱多。”马兰附和一句：“错了，还有老婆多。”肖长坤不敢乱接这个话，只能笑而不语。见叶晨和哈米德一起走了过来，两口子有些好奇。叶晨带着哈米德来到一家3口面前，微笑介绍：“爸妈老婆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位中东老板。”哈米德这时赶紧自我介绍道：“诸位好，我叫艾哈迈德·萨瓦尼，诸位叫我艾哈迈德就好。”肖长坤赶紧带着几分受宠若惊地站起身来，惊讶地问：“哎呀，艾哈迈德先生，你汉语说的可真好啊！”哈米德笑着说：“我在华夏待过很长时间，做生意嘛，我可是你们华夏人民的老朋友了。”哈米德没敢说自己是在华夏留过学，不然万一人家追着问读的是什么学校，上的是什么专业，这就越说越深了。肖长坤说道：“艾哈迈德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肖长坤，是叶晨的岳父。”马兰也连忙凑过来：“我叫马兰，是叶晨的岳母。”
哈米德看向萧初然，微笑道：“这位美若天仙的美女，应该就是叶夫人了吧？”萧初然心里猜测哈米德的身份，因为他知道哈米德说出来的肯定都是谎话。他与叶晨相识，一定知道叶晨是叶家少爷的身份。不过他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，只是非常得体的微笑道：“艾哈迈德先生，您好，我叫萧初然，很高兴认识您。”哈米德点点头，客气地说道：“叶大师在风水上帮了我很多，我一直非常感谢他。能在这里见到他，见到诸位，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。这样吧，诸位接下来在白马岛的一切花销，全部挂在我的账上。”马兰欣喜不已：“真的，艾哈迈德先生，这可太谢谢您了。”萧长坤倒是还有点矜持，赶紧客套说：“哎呀，艾哈迈德先生，您不用这么客气的。”哈米德心想，这点钱还叫客气吗？我叶老弟光帮我搞基建资金就搞了上亿美元，我能有金，叶老弟才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这小小表现一下，算得了什么？于是他立刻微笑着说：“两位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，叶大师可是帮过我大忙的。”说完，他立刻招呼来餐厅的经理，叮嘱道：“记住，这几位在岛上的所有消费都挂在我的账上。”哈米德登岛比叶晨早2天，经理认得他，也知道他出手阔绰，于是便立刻恭敬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安排好的。”马兰赶紧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哎呀，你看这是闹的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艾哈迈德先生，没事没事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”哈米德爽朗地笑道：“对了，你们先吃，我得去陪陪两位夫人，有空再聊。”一家人客套一番，把哈米德送走。马兰就立刻拿起手机，一边搜索一边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哎呀，真好，有人全部买单，我要看看这里最贵的 SPA 多少钱，吃完饭就去体验一下。”查完之后，他立刻在管家哈尼组建的微信群里问他：“管家，我想约一个海底 SPA， 今晚有时间吗？”萧初然低声说：“妈，这里海底 SPA 很贵的，一个人都要5、6千美金，咱们不好这么铺张吧？”马兰随口道：“怕什么？不是有人挂账了吗？”萧初然赶紧解释：“就是因为挂账才不好这么铺张啊，要不我一会把我的 Visa 卡给你，你用我的卡消费吧。”那怎么行？马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没便宜占的时候，创造便宜也要占。现在有便宜可占，凭什么自己花钱呀？”正说着，群里哈尼回复道：“马女士您好，今明2天我们的海底 SPA 馆临时闭馆，您如果想做 SPA， 可以在其他 SPA 会所预约。”马兰回复：“我就想去你们那个海底 SPA， 不是说全方位的透明玻璃，可以看海底世界吗？我只想做这个。”哈尼回复：“不好意思，马女士，我们集团老板明天要来岛上视察，现在海底 SPA 馆正在做维护，要等后天才能开放。”